最近有报道称，印度和土耳其也亲自下场介入阿富汗局势，俄罗斯也已经蓄势待发。这是否意味着位于中国家门口的阿富汗会再度变成帝国坟场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由于虎哥身体抱恙，所以这段时间就先由虎妞来代替虎哥的工作。近来的阿富汗局势成为了广大军迷关注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开始从阿富汗全面撤出。之前一直被北约军队压着打，撵进了山沟沟里的塔利班组织，以及一大票阿富汗武装派系，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在阿富汗各地四处出击，接连攻克多地。阿富汗政府军不是塔利班组织的对手，在塔利班的凶猛攻势面前，只有节节败退之势。但凭借着美国的不断输血支援，仍然能够勉强守住阿富汗大城市的核心地带。风雨莫测、局势复杂的阿富汗本就已经是狼烟遍地，但日前却又再度传出了印度与土耳其两国亲自下场介入阿富汗局势，就连俄罗斯都已经蓄势待发的消息。这是否意味着就位于中国家门口的阿富汗将成为新的强国角斗场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阿富汗政府日前刚刚与土耳其政府达成了一项快速协议，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机场转交土耳其代为接管，以阿富汗政府的名义对土耳其进行了全权授权。尽管这一简单的消息没有提及过多的其他内容，但有俄罗斯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消息预示着阿富汗政府向土耳其发出了邀请函，一旦阿富汗局势有变，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土耳其可以立刻派出军队直接空降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而迅速控制住阿富汗首都及周边的战场局势、区域治安。这对于确保阿富汗县政府的政权统治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同样手握有强大军事实力与不俗综合国力的印度，也在积极谋求从阿富汗乱局中分一杯羹，获得利益。据印度媒体《印度时报》消息，印度空军目前已经接连2天使用从美国进口的 C-17 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以及 C-130 大力神战术运输机，向阿富汗政府军运去了超过80吨的武器装备以及弹药，以此来支援阿富汗政府军的作战行动。无独有偶，身为联合国5常之一、综合军力排行位列世界第2的俄罗斯，在近来的阿富汗问题上也是连连发声，颇受世界各国关注。早先一些时候，有俄罗斯记者对阿富汗总统安全顾问进行了独家专访，并在专访过程中提及了，如果局势有需要，阿富汗是否愿意接受俄罗斯军事教官的专业指导培训与援助。面对这一问题，阿富汗总统安全顾问在镜头前直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言明阿富汗政府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也从未考虑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在稍晚些时候公开发声，指出阿富汗局势如果只在其国内发展时，俄罗斯将不会采取任何介入措施。前后两则消息结合起来，有外媒及部分专家学者就分析认为，这是俄罗斯在尝试走阿富汗政府官方邀请渠道，进而介入阿富汗局势被婉拒后，仍表示要保留介入权，视情况和局势变化采取行动的信号。如此算下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全面撤出之后的阿富汗，至少有3个军力不俗的国家已经介入或是伺机而动。土耳其在整个北约组织中军事实力位列前茅，掌握有美制 F-16 战斗机、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在北约军演中甚至追在德军后面一路包打，表现出众。印度则是整个南亚地区军力最强的国家，放眼周边，除了不比中国以外，面对其他国家皆是绝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就更不用提，俄武库储量世界第1，综合军力世界第2，一旦介入阿富汗所带来的影响可谓是空前的。考虑到与阿富汗与中国接壤的现实情况，阿富汗的局势变化于中国而言必然不能置之不理。但就目前的局势来看，被阿富汗政府婉拒的俄罗斯还没有实际介入的动向，仅仅只是保留了介入可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俄罗斯一方面维持着在东乌边境地带的大批军力部署，力挺东乌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及北约组织对线；
另一方面，还在叙利亚维持着常态化的战争部署。再介入阿富汗局势的话，可就是3线用兵了。这对于目前的俄罗斯而言，着实是难以承受。经济上，首先就承受不住如此高额的军费开支。而土耳其这边虽有明显的介入阿富汗局势倾向，但其仍然是北约组织的一员，在政治和军事上受美国影响很深，同样也不能忽视相邻的俄罗斯存在。在美俄两国之间反复横跳，捞取好处才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贫瘠的阿富汗恐怕只是土耳其执行谋略的一个跳板，美俄两国的态度与是否支持，恐怕才是土耳其真正所在乎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俄罗斯支持并且能够给予足够的好处，土耳其可能并不介意以代理人或者合作方的身份加大对阿富汗局势的介入力度。最后要分析的便是印度，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多年以来，印度一直在积极尝试拓展自己对周边的影响力，在政治上大搞对外输出，军事上进行国产武器外销，立志要以有影响力大国的身份立足于南亚乃至是整个亚洲。阿富汗与中国接壤是现实情况，印度对于阿富汗的大力军事援助十分值得警惕。军事上的援助往往伴随着政治输出，倘若印度在阿富汗谋得了更大的经营盘，屡次三番在边境上搞事情的印度难免会有新的花样，手中可打的牌更多，这显然是十分不利的消息，值得格外注意。